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以后呢，川普又打电话给高市哦。不过我注意到有一点不同哦，当然你要谈这么细节的话，川普跟习近平通话60分钟，川普跟高市通话20分钟。那60分钟、20分钟，一半起码都是翻译嘛。所以讲60分钟，其实真的大概实质30分钟。如果讲20分钟，实质大概就10分钟。大概川普就是跟高市大概讲一下跟习近平的状况啊，或者习近平有没有要求川普做什么，他们现在都不谈台湾问题，所以高市也不肯谈。有没有谈台湾问题啊？这不讲了。台湾已经台湾问题给我搞了这个像捅了个马蜂窝一样，所以高市也不愿意谈哦。那川普也没讲，说到底习近平讲的什么是大陆这个单方面的这个新闻稿这样说啊、哦。那另外呢，说这个高市长嘛自己说的，今天早上跟川普通了电话，而且川普呢欢迎我随时打电话。哦，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很 close 的朋友，所以你随时打电话都可以，给我都可以啊、哦，不要老是我打给你嘛啊。那另外呢，川普说他跟中国、跟日本领导人都有良好的对话，他赞美高市很聪明，而且很强势，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啊。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哈、哦，因为日本这是这个跟台湾这个有争端嘛哈，因为日本借着台湾跟中国有争端，所以呢，他们说是要重塑台海的叙事。那川普沉默，背后是有外交算计的啊。北京是施压日本，说啊这个高市这样讲不行，要收回啊等等一堆。那川普呢保持模糊啊，没有反对你，但是也没有赞成你，就是好，我知道了啊。那另外呢，刚刚我讲的总统台说中华民国台湾没有回归选项。中华民国没有回归选项，台湾是回归给中华民国啊。那另外呢，这个说，我们的国安人士研判了，说因为呢，这个习近平要争取下台阶，所以跟川普通电话，说习近平需要这个电话。反正呢，就是这个电话打以后，各方面有不同的解读了哈。那习近平说是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的部分哦。那就是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是跟以前很大的不同。以前是台湾要把台湾问题，我们希望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我们认为，如果老共打我们，哇，如果国际来帮助我们，国际来声援我们，老共会受到压制。那大陆以前都说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我们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外国不要来干涉。第一次看到大陆领导人把台湾问题变成国际秩序的重要部分，拉到国际台面哦。那有人在猜说，接下来会不会到联合国去表决？联合国表决，美国一定，这个中国一定赢啊！在联合国表决，美国赢不了中国的啦，哦，除非动用否决权。所以为什么大陆这次要把它，因为习近平要把台湾问题提到国际的这个层面，这个很特别，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啊。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说高市扫描有4个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关系，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啊，然后违背中日4个政治文件，他们建交时候有4个文件。我告诉你，日本哈，这点我提的就很生气。1971、72年尼克森访问大陆，那时候我在台大当辩论会主席，我们还为这个事要校园去抗议啊，对不对？日本就第一个就跟台湾断交，跟中华民国断交，跟日本建交了。美国是到7年以后，1979卡特才跟中国建交。日本立刻看到尼克森去了，立刻见风转舵。我们跟日本，对，你看蒋介石对日本多好啊，战后对。不要求任何赔偿，因为蒋介石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读过书，就跟日本有一定的感情。结果呢，日本这样说转头就转头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大陆签了，就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呢签了4个政治文件，那另外呢，这个说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好，那另外呢也骂我们。说呢，你们现在去吃日本料理啊等等，赖清德是媚日卖台，当然主要不是日本料理，是主要是支持高市啊。那另外呢，这个专家刚刚我讲说北京很焦虑啊，所以要打电话啊等等哈。那日本前驻中国的大使是说呢，习近平偷换概念，川普草率带过，就习近平把他台湾问题就转一下，川普呢我知道了，我们看一下。釜山川习会刚结束不到4周，川习2人再度空中相会。11月2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中国官媒不但第一时间报道川习通话，还把台湾议题作为2人通话的主轴之一。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主权独立的国家，2300万的国人没有回归的这个选项。但中方大力宣传的台湾议题，在川普口中却是一个字都没有出现。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主动要求通话的情况相对罕见，显示中方试图在台湾议题上加強說服美方。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昨晩、行われた、米中首脳会談を含む、最近の米中関係の状況について、説明が、ございました。合わせて、私が出席した、G20、の様子についても尋ねられましたので、お答えをいたしました。川普本人则在与习近平通话后不久就亲自致电日本首相。在这场约20分钟的通话里，川普不但主動把与習近平通話的內容向日方溝通。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私とは極めて、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で会談内容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れ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でございますので、詳細について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ください。对于此前的台湾有事言论是否也在与川普通话的内容中，高市拒绝透露。赖伟山。其实谁打给谁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中国确实是需要这通电话，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一次面对这个日本的言论呢，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没有面子的，所以他必须要赶快去挽回这个局势，所以对他来说，他一定要赶快要有一个下台阶。那跟美国之间的通话都非常重要，那也代表说这一次他们这个对于日本的发言，还有种种的所谓的外交上面的一些压力，包含经济上的制裁，其实都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国际社会是不赞成中国这样做的，所以他压力很大，他必须对内交代。所以怎么对内交代呢？但台湾议题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球，所以他在里面他又说什么啊？有啦，他们在这个通话间有谈到了台湾问题。可是实际上，你从美方不管从这个新闻的这个新闻稿也好，或是川普自己本身在 Twitter 上面的发文也好，其实都没有谈到说台湾问题。也就是美国其实并不想要接这个球哦。那对于台湾现在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定位，其实基本上美国早就已经有一个定见。那也就是说，台湾本来不管是在2战的文件也好呢，或是在联合国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决议也好，其实台湾的这个地位跟中国其实是没有关系，台湾是一个地位未定论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他没有接到球，他当然是鼻子摸摸，就是也只好退下了。那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美日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当然是越来越紧密。我们看到日本他的这一席发言，也代表说台湾确实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所谓的内政跟中国之间的两岸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也不是只有日本的问题哦，是全世界都会问题。毕竟台湾现在掌握非常重要的经济命脉，也就是细盾。对于全世界来说，只要台海发生问题，不管是冲突也好，甚至是战争也好，那当然甚至只是一个影响也好，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所以就是为什么全球对于台海问题是如此的关注。而这个日本的这一席话就打破了过去中国很努力，不管是在法律上啊，在国际法上对我们做的种种的安排，已经全面的去打破过去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中国当然非常生气。那台湾现在可以做什么呢？当然，我们最重要还是把自己的防卫建立起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赖总统在早上的时候召开记者会，告诉大家我们要来增加我们的国防的 GDP 的支出。那其实也不只是台湾，其实全世界都是。以整个亚洲来说，包含韩国、包含日本，其实都有提升这个所谓的 GDP， 也希望在国防上面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这个所谓威权国家的扩张。那毕竟大家看到这个乌俄战争，这个俄罗斯本来以为只打3天，结果打了3年，那整个欧洲就都聊了起。我们看到欧洲的各国也开始增加军备，所以未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全世界的军备基本上都会有所成长。那台湾当然不能落于人后，自己要有自己守卫自己的能力才有办法可以阻止这个侵略的产生。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增加军备其实是最好的防卫。如果想要不打仗，增加军备其实是个最简单也最好的选择。来，蔡维，从日本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完完全全看到整个这个权力政治当中大国博弈的关系嘛。台湾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台湾跟这些大国之间，当然我们相对实力是比较小一点点的，但是当然我们还是我们的角色。可是呢，在整件事情上面，民进党政府只让大家看到我们不断的去制造空间，让北京更有一些空间可以对我们做一些事情，然后对我们一些指手画脚。其实很明显的从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北京某种程度上面想要借由日本的争端来重塑整个台海的一个叙事嘛。然后美国川普呢默不吭声，目的是什么？反正看你们去玩，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话呢？那我也没有要承诺要保护台湾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国博弈嘛。那回过头来看，高市早苗特别回避外界询问是不是有跟川普谈到台湾关系。
他不想要去答这件事情。很显然，日本也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尤其在跟川普通完电话之后，又更低调了，就是想要这件事情赶快解决嘛。没有想到呢，台湾有一帮人还在那边捣乱。台湾的民进党执政党简直就是把台湾当成是网红在经营。为什么会说是网红呢？因为他们认为我支持一个这个日本的水产就可以帮日本解决这个中日的争端吗？完全没有办法，反而可能会让高市让日本觉得我都已经想要没事了，结果你还在那边捣乱。高市他刚上任首相，他一定会有一些想要他表现的作为，那所以当然在日本国内，他想要凸显的是我跟之前的几任总裁不太一样，所以他可能话说的比较过，擦枪走火了。我想高市可能也会认为这一件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事件，所以应该是回过头要还给日本一个空间，让他们好好去处理他们自己的一个问题。日本的问题、美国的问题跟中国大陆的问题，绝对不会是民进党几个政治人物吃海鲜就可以解决的。那回过头，刚刚暐琛有提到说我们的国防很重要，当然国防很重要，武器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是要去理性的去思考，国防不是单单只有跟美方购买武器而已，而且退一万步来说，我们都已经花钱了，可是美方武器还是没有如期的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大国博弈当中，我们要去好好思考台湾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应该要去当一个滋事分子，一个捣乱分子，我们应该回过头用理性务实的方式保护好台湾。好，那么刚刚谈到军备哈，赖清德上午11点多开了一个记者会，讲些什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最大的军事投资，赖清德投书《华盛顿邮报》，感谢川普，每个人现在都感谢川普啊。他应该说没有，我也支持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啊。那比较让大家瞩目是，国防预算要增加到 GDP 5%，明年才3.3%，5%是很多的。美国也不过占 GDP 的3.4%啊。美国在韩国3万人，在日本55000人，在欧盟5万人，在日本有113个军事基地，在全世界有这么多基地，它也不过是它的 GDP 的3%多一点。我们5%是很重的一个负担哈。那赖清德说，妥协只会带来战祸跟奴役，所以呢，我们拒绝成为中国台湾啊。而且呢，这个大陆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就不可以接受啊。那另外呢，主要说军购特别预算，那不是 GDP 5%，那是另外一个，光特别预算要编1.25兆啊，这叫做任性啊，任性。说呢要分8年来编列哈。那另外呢，这个白宫前顾问说，这是台湾跟川普大的事情。什么讨论？这川普的大胜利，台湾哪有胜利？都是花钱而已嘛啊。那说这个1.25兆国防预算方向正确，反正你花钱就是了。你知道花钱以后呢，跟谁买？都跟美国买。美国那些武器公司啊，就是那几家他们那种所谓政商复合体，不得了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常常吹牛说，我们买武器呢不给 commission， 不给佣金。你不给佣金，选举的时候那些武器制造商要不要给那些议员选举经费啊？然后那议员在那逼你，所以呢，你没有给他佣金，但是呢，你的军火商就你跟他买这军火商已经给那些议员很多钱了哦，所以你以为那些议员都白白支持你啊？好吧，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说，美国支持台湾快速取得不对称战力，那要快呀。到现在还欠我们200亿的武器还没给啊！哦，你先把这个先给了再说吧。徐小新说啊，两岸要开战了吗？怎么要编那么多的钱呢？哦，特别预算，李台希这是有道理。李台希说，你们当时停砍，你们砍我们军公教年金，说停砍很难，国家要破产了，负债很多了啊！你一下子1.25兆，而且要去当个刺猬，那你不说财政很困难吗？那你砍我们军公教砍那么一点点钱。也救不了你这1.25兆啊，那你这个钱哪里来呢？那给我们不很好吗？哦，来是这个意思啊。我想很多军公教以及退休军公教都有这样的疑问了。那黄国昌是说呢，他是支持合理增加、强力把关，但是
也不能架空台湾民主，意思就是说，民主就是要审查嘛，民主国会就要审查预算了。你一方面提高然后呢，好像一副都不能审查，审查就是不爱台湾，审查就是不支持国防预算啊。那林非凡说，美国没有逼我们买武器，不是美国逼我们买武器因为我们如果不投资，代价会更高啊。那另外呢，这个顾立雄说呢，特别预算有3个目标，这个打造台湾之盾，然后呢，建立 AI 战场，然后呢，这个组成一个非红供应链。我们看一下。民主不是挑衅，台湾的存在更不是侵略者破坏现状的借口。话说得很重，面对中共近日一连串动作，赖政府上午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中国正加大统战渗透与分化，混淆国人的国家认同，削弱我们的团结，以强加实践他们主张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爱国者治台目标。这些作为目的都是要把自由繁荣、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的民主台湾关进威权专制的中国台湾里。在中国所有并吞台湾的剧本当中，最具威胁的不是武力，而是放弃。错以为只要台湾人愿意割舍一些自由，牺牲一些主权，屈辱地接受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就可以换取和平。喊话朝野团结，就是希望蓝白能支持国防预算，守护台湾。因为总统同时也宣布，明年起将在8年内投入1.25兆的预算，打造台湾之盾的。而这也是总统投书《华盛顿邮报》内容：守护民主台湾，不让台湾被武力或其他强制性方式所并吞，沦为中国台湾，必须是政府、朝野以及全体台湾人共同的责任。但在野党态度为何？总统这一句似乎也道尽无奈。天佑台湾，台湾加油！好，我们先讲现在大国在谈判、在博弈的时候，其实前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讲一句话：如果你不是餐桌上的客人，你就是餐厅上的菜单嘛。我先讲说，先不讲台湾，先讲日本。刚刚看到最新消息，高市早苗已经透过公开的谈话会说，他透过对话建立日中良好的关系是我的责任。也看出来他明显的降温，也看得出来就是川习通话之后，日本的首相已经公开的希望在这个所谓的区域的争议升高的事端，他希望把它降温下来。回头讲到台湾你看到川习通话之后，昨天晚上深夜的时候，居然是赖总统投书到《华盛顿邮报》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说，这个传说要什么特别军购上兆的军购，其实在10月的时候就有人问过卓荣泰了。卓荣泰说那个完全没有听过这件事情，国防部也3缄其口。结果我们的总统是先报告给美国人的媒体，然后报告给美国人的总统，台湾是到现在才被动收到通知，就是接收到这样子的讯息，甚至国会也是看报才知道，而且是要看美国的报纸才知道。我觉得这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再来就讲到说，赖总统今天在整个记者会上面又谈到说，因为2027这个是中共武力犯台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刻，所以我们要提高军购这件事情。那我想说，他应该是无视于美国总统川普，他已经公开表示说，他不认为中共会在2027年对台发动攻击。而且美国国会自己也在这个月的18号最新的报告说，2027年不是中共的具体军事行动日期，它只是解放军整体战力建构的重要里程碑，不等同于2027一定攻台。所以美国的相关资讯，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的国安的相关的机构是没有发觉到，还是说这个是一个说辞、一个借口呢？再来，我看到其实在里面也有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还包裹到说1国2制。是台湾方案，是台湾社会不可碰触的底线这件事情，我想这已经从军购包裹到所谓台湾人的言论自由吗？我不晓得，现在他应该说我不支持1国2制没有错，可是支持1国2制的人，他就应该被画一条红线，被言论自由要被所谓被审查吗？我觉得就跟今年32-0那时候大罢免情况一样，你反对民进党的全部都是中共投入人，都是要打掉杂质吗？这好像是打掉杂质的进阶行动版，这边是我觉得不苟同的地方。接下来最后刚刚讲到这个，大家讨论到1.25兆的这个军购，这不只是说3%，这已经是加上一般的这个国防的军事预算，再加上特别预算，这样平摊下来已经到了4.5%左右了，这已经将近到5%，这么
排挤了非常非常多的社福啊，包括我们一般日常教育所要用的经费，这个不讲。那里面到底买了些什么呢？里面当然讲到的是梯洞嘛，就是说建造一个台湾的防护网。依照我浅薄的军事知识来讲好了。其实这个所谓的梯洞，它防不了对岸这么近的距离，所谓的弹道飞弹跟火箭弹的攻击。那大家会觉得，你防不了飞弹、弹道、火箭弹，你可以防什么？你可以防无人机。无人机是一个低成本的，那你要花1.25兆去建立一个所谓的梯洞去防无人机吗？这是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吗？再来，我们要讲到它里面又讲到说要整合爱国者飞弹跟所谓的我们自己研发的天弓飞弹这样子的一个防空系统。如果你是要对无人机的话，你为什么要整合这些系统呢？整合这些系统其实又难上加难，因为里面还包括了美国的爱国者飞弹它的指挥系统，它其实是含着美国相当高的军事机密。难道美国会来提供这些事情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梯洞看起来让人家匪夷所思。最后讲到立法院审查这件事情。民众党绝对支持我们可以有自主防卫的能力，你要增加适当的军事预算也可以，但是不是用这种情勒的方式，不是说立法院完全不审查，然后就要包裹，所以一包全部要通过，我们会绝对的严审这笔军事预算。徐府的说法就我不太接受。你刚刚说这一国两制是言论自由，我觉得不管一国两制或一国两区，都是一种消灭中华民国的言论。这个大概跟叛国罪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不认同你的言论，但是我事实捍卫你，只是说这个言论的自由啊。你没有台湾，你就没有言论自由啊！你这样中国会有言论自由吗？你如果骂习近平，可能就被抓走了吧？所以我要讲的是，言论自由还有它的界限。那守护台湾、守护中华民国才是重点。那我想今天那个增加国防预算，这个我们都有做过民调，那包含像本台、T 台或者像台湾民意基金会，其实都有做过一系列的调查。台湾人民就是高达80%都是认为增加军购是对的事情。所以既然是对的事情，我们就恳请立法院的诸公们、各位立法委员们都能够来捍卫这样的立法预算。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这个台海安全。来，龙姐，台湾独立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啊！对了，所以有时候啊，不要两套标准啊，就大家都在中华民国都要捍卫，就不要讲说我是台湾国的那个立法委员嘛。好，那如果说一国两区、一国两制啊，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就没有所谓言论自由。其实台湾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拥有言论自由，100%的，所以你可以随便你怎么主张，你要推动台湾独立，我也把你界定这是言论自由的范畴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看到人家对中国大陆的评论，我认为啊，购买武器捍卫台湾，我们脱离不了美国系统。坦白讲，我跟大家报告，一路啊，这80年来，你说今天大陆给我们多大压力？我讲从1949年到今天，中华民国到了台湾，80年、76年来，没有一天不给你压力。在国际外交所有的地方，包括两岸当时还在炮战的时候，通通给你压力。他就是要收复台湾，台澎金马。所以为什么其他的总统都扛住了？你现在扛不住，全把这个钱一套一套、一兆一兆，我跟你讲，投资美国4000亿美金呢。每一个人就几乎占了53万8千块，每一个人哦，你们家如果有4个，那等于就把你们家拿了215万投资给美金，215万哦，每一户哦4个人。好，现在又编了1兆2500亿，多少钱？就一个人是5万3千块，5万4千块。你们家如果有4个，就是又拿了21万3600块去买的这个武器，好，买什么不知道。我们付钱的武器啊，还有5000多亿的武器没有交货。这1兆2500亿要买什么？今天我也支持赖总统适度提高，买好的东西。今天很简单，卖给我讲一寡有的无的啦。啊嘛，你去菜市啊，哦，买猪肉，我200块你啊，2斤猪肉，我前来买菜，等下要来给你挂猪肉哦。等下等下你甲我讲无啊，迄个，猪肉拢人头买了啊，啊无买，你200块嘛爱还我。你200块免我讲，啊量价你都有要买猪肉，后礼拜的猪肉做1摆立立的，搁摕500来，500搁摕，啊我后礼拜来敢有700的猪肉人我？无啊，台湾人哪有人来做生意的啦？可以买现货。你们家还有封存的 F-35几架？8架、12架，我们先买，价格贵一点，你卖给以色列是1亿美金，
卖给我们都是将近3亿，我们台湾所有军购都是2.5倍到3倍，呵，较贵是说啦。那你说台湾要装备啊，两岸这么紧张啊，日本也有现货啊，昌隆级啊，我们的海鲲号还能不能成还不知道，人家昌隆级才140亿，我们的海鲲下不去上不来，530亿。买现货140亿，我们280亿跟他买，300亿跟他买现货啊，马上武装起来啊，不是吗？买是安尼呢？那怎么我们所有的钱都是打水漂？基亚 take 1兆2兆，以前是你们那个时候在省顶多是1000多亿，1000多亿的爱分贵的，现在是1兆2000多亿，一次就是1兆2000多亿，9000多亿加个任性1000多亿，刚刚徐副讲的。不是9000多亿，总预算了、啊，今年国防已经超过1兆，加上任性那1000多亿，就1兆多啊，就超过我们1/3的总预算。我唔是要顾台湾，大家嘛咧顾台湾，啥物人无咧顾台湾啊？你是爱台湾，其实是爱台票呢。你甲台票摕去由美国开，我们才跟你要求1万块，1万块你就当嘛救鸡蛋啊，买咧唔咧，给你偷8个月，最后你决定要花了，你说我们乱花钱。然后要花的时候，你说这是我们民进党花的，台湾人听不落啦。不过我这边要澄清一下，1国2制跟1国2区的差别。好，1国2区是一国是中华民国，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这是我们的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界定的，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不承认大陆是共产党拿去的，是窃取，他偷去了。但是呢，好吧，他的统治我没话讲，所以我们说我们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一国是这个中华民国，然后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1国2制呢，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2个制度，一个大陆实施的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我们实施的民主主义制度。这邓小平讲的，他1国，但是2个区是1国2制是2个不同的制度，所以1国2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基本上台湾人不接受的，1国2区是中华民国，那我相信这是大陆人也不会接受的，那就各说各话嘛。现在情况是这样，接下来回来。